10:50，我们准备离开饭店，我要再开5个小时的车，才会到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第一次遇到这种领航车，其实蒙大拿州很贴心呢。在其他州啊，这种单行道啊，就是两边设个红绿灯，绿灯了你就自己走。我们到北达科他州啦，真的是我们开最远的一次了，北达科他州。到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了，这也是我们第52个国家公园。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位于北达科他州西部，6000多万年的地质变动造就了奇异又多彩的恶地地形。险峻的峡谷及广阔的草原。公园占地有285平方公里，并分布于3个互不相连的区块，分别是地形变化丰富的北区，拥有知名彩绘峡谷的南区，以及由罗斯福总统所建立的第2座牧场鹿角农场区。而国家公园名字的由来，正是为了纪念这一位对美国水土保持有着极大贡献及跟这片土地有深厚连结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哇，我们到加农炮的岩壁啦，它的石头真的是长这样子哦。那你看山壁上的石头，就真的是这样子一颗一颗圆圆的镶在山壁上，好像加农炮哦。那你看这一颗石头，真的很像加农炮的炮弹哦。你看，镶在山壁上的还有好多颗哦。你看前面这些圆圆的石头，它就自然形成一个圆的形状，所以他们就把它取名叫加农炮。你看它连那个镶在墙壁上的也呈现圆形的形状，听说是因为它里面还有那个矿物质的成分，然后经过沉积之后，就自然形成一个圆形的形状。哇，这颗根本就是圆形了。就在同一片岩壁的旁边，有着像是大脑皱褶的地质结构。由于这边的岩石大多属于软性的砂岩或石灰岩，所以很容易被冲刷成奇特的形状。像这样长长的波浪层状交错，再配上因矿物质绕着核心凝结，堆积越来越多层，最后被侵蚀暴露出的圆形加农炮弹时，便形成一幅奇特的景象。我们到 Cape Rock Coulee Trailhead。我们进去看看，走。哇，你看已经变成黄叶了，慢慢要变成黄叶了，已经有秋天的感觉了。哦，我第一次跟它这么近，就在眼前，这个皱褶以前都是远远看，现在竟然就在你的眼前。在卡普洛克库利自然步道，可以看到山丘上有一层薄薄的锈红色岩石层，也被称为含铁砂岩，因为它们比山丘其余部分的柔软灰色沉积物更硬，所以侵蚀速度较慢。这类型的侵蚀称为差异侵蚀，最后会形成特殊景观，也是恶地地形的主要塑造力量。我们要去看那个 River Bend Overlook， 它会看到那个小密苏里河的一个弯道，然后这边还有连接到其他2条 trail， 可是比较长。我们等一下先走到最后再说。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这边风很大，这边昨天看气象预告的时候还有强风特报，吹来
这边要注意一下，那个风还蛮大的。这个小密苏里河它贯穿整个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算是这个国家公园的一个核心。然后下午的时候就会看到一大群的那个美洲野牛在那个河边，希望今天可以看到它们。在河湾观景台可欣赏小密苏里河在这里呈现 U 字形马蹄铁形状的弯曲，河谷两旁还有二地岩层地形，即正值秋色斑斓之际，岸边的秋叶也开始从碧绿转成微黄。在山丘的边缘，还有一座于1937年由平民保育团体所建造的凉亭。从亭子远眺小密苏里河，让整个河湾的构图显得更加鲜明又有层次。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的北区有一条14英里长的风景大道，沿路可以欣赏大片的恶地景观。这种特殊的地貌是由于河流充实出大量矿物质，不断累积后形成凸起的岩丘，河流又继续不断地冲刷质地较柔软的岩层所形成的。另外还有广阔的草原，常常可以看到丰富的野生动物，加上成群悠闲漫步的美洲野牛。在美国，除了黄石公园以外，这里可能是最容易看到美洲野牛的地方了。道路的尽头便是牛轭观景台，这里也是欣赏小密苏里河所形成的蜿蜒大弯道。河畔还围绕着高高的白杨木及层层叠叠的恶地山丘。哇，这边有一大群的 bison 在休息。哇，你看右上方也有一小群，哇，左上方更多哦。哇，好大群哦！他们都在休息，都不会动。哇，终于看到美洲野牛了，在我们的对岸，还有小 bison。这一群是母牛，所以就会带着小牛。那我们刚看到那一群在休息的，可能是公牛群。哇，这群也很庞大，你看前面那里也好多。到彩绘峡谷 Overlook 啦！哇，这上面是一个 Overlook， 可以看到整个彩绘峡谷的全貌。哇，很漂亮哎！哇，好特殊的地形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恶地地形似乎不属于这个地球，便是眼前这片不寻常的地质结构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到彩绘峡谷的 trail， 大概30分钟，0.9 迈左右，就可以看到这个像弧度一样的这个彩绘的峡谷的恶地样貌。这条步道一开始全部是往下的路，所以他刚刚有跟游客说，如果你现在往下一步，就代表你等一下要往上一步，所以如果腿力不好的人要考量一下。哦，今天还好风不大，不像昨天风很大，寸步难行。今天天气就很好。我们就是走下来看这一个彩绘峡谷的原貌。这一座小的石丘也是很多颜色，然后它有一些像弧度一样的形状，像菇菌啊，像一颗小香菇一样。
绕过这一个小石丘啊，后面有一个 overlook， 我们过去看看。这个彩绘峡谷自然步道可以近距离体验恶地景观，欣赏青石刻画中的岩层，长条形状的排列就如同裙摆的皱褶，再衬托些许橘红的色彩，尤其在阳光照耀下更显缤纷。这边是国家公园南区，我们到啦。我们到游客中心啦，你看游客中心旁边的二地也是很漂亮，因为黄叶都已经变黄了。终于在南区的游客中心发现白伞，有好大只啊，好可爱啊！我们来到罗斯福以前在这边年轻时候他在这边设立的牧场的那个住处了，就是他年轻24岁的时候来这边开拓。这个石字是用那个来福步枪的空包弹去刻出来的，然后这一间就是南十字小屋，可以看到里面的陈设，这有一个暖炉、壁炉，是他用餐的地方。这是他的厨房，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说，已经算是很豪华的配备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883年来到达科他猎捕野牛时，绝对没想到这一趟冒险之行会深深影响日后的美国。他曾在笔记本中写道，这段日子是影响他日后成为总统的重要历练，并且使他对自然环境的保育有了严肃的体认。这块土地也先后被规划为野生动物保留区和国家纪念公园，最后在1978年正式成立为国家公园。哎呀，我们终于看到成群的草原土拨鼠了，它刚刚还叫了一声好可爱的声音哦。哇，真的是成群的土拨鼠。那就是他们的洞，听说他们的那个洞啊，底下四通八达，是很繁华的社区。听说土拨鼠也是很聪明的动物。北美一共有5种草原犬属，但只有黑尾草原犬属栖息在这里，属于大型啮齿动物，平均身长14到17英寸，重1到3磅。它们的腿短且肌肉发达，前脚跟后脚都有长长的指甲，这是为了穴居生活而做的准备。草原犬属也会发出尖锐的吱吱声，提醒同伴注意共同的威胁。它们不会冬眠，但会先累积大量的脂肪，在恶劣的天气期间，先在地下待上个几天，等天气转温和，再从洞穴出来觅食。这边还有野马。我们到 Skyline Vista 啦，5分钟而已，0.2迈。这边就是可以看到整个俯眺整个那个天际线，还有恶地地形，还有 I94公路，还有一点点的小密苏里河。你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小密苏里河，这条就是小密苏里河。然后下面这2条啊，就是 I94洲际公路。你看，它就一路延伸到通往你看恶地的天际线。很漂亮。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会固定管理野马群、美洲野牛、插角羚及麋鹿的数量，用来确保所有物种的健康，并会对部分马匹安装 GPS 项圈，
以了解它们的活动范围和对公园环境的使用方式。如果想增加观赏野马的机会，彩绘峡谷、巴克山或是风之谷都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到 Wing Canyon 啦。Wing Canyon 啊，是南区西奥多罗斯福里面最值得来的一个 trail， 可以走在悬崖峭壁旁边，然后小密苏里河就在脚下穿过。我们去看看，15分钟而已，0.4 迈。在南区这边，唯一可以看清楚小密苏里河的就是这个景点了，风之峡谷里面。然后你看那个河谷都有bison的脚印。好多bison在过河，这里也有形成一个像马蹄形的 U 形状的一个弯道。哇，我们还可以走一个小山坡，走到这边一个最高点。我们现在站到这里的制高点，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 U 形的弯道。风之谷步道拥有最壮阔美丽的景观，除了可以俯瞰脚下的河道，看小密苏里河由近延伸到远方，还可以眺望连绵的鄂地岩丘，一旁还有峡谷景观。这里之所以称为风之峡谷，是因为峡谷地形是由风所侵蚀而成，而不是由水切割出来的。这里也是最佳观赏夕阳的景点。傍晚时分，落日余晖衬托着河边缓慢散步的美洲野牛，显得既悠闲又惬意。我们到博伊寇观景台 Trail， 这大概15分钟，0.3迈，走去看看。路上会有一个鄂地的地形，像杏鲍菇一样，我们去找看看。这个博伊寇啊，主要就是要看这些鄂地地形。你看这边鄂地地形的那个皱褶，好特别哦。在前面这边，很像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菇菌类，很整齐的排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将小密苏里荒地描述为一片广阔且极静的土地。站在博伊寇观景台，你就可以体会到它的意思。这里的鄂地起伏景观会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外，甚至可以看到一些较大的山丘矗立在远方。这里也是公园里另外一个观看夕阳跟美洲野牛的最佳地点。山坡上会见到蓝灰色的沉积物，那便是膨润土。膨润土含有火山灰，在整个鄂地中都很常见。它可以吸收数倍大于体积的水，当大雨过后或被融化的雪浸湿时，它就会扩大并流下山坡，形成奇异多彩的鄂地地形。我们发现了两个 bison 群，这边有一大群，这边也有一群。哇！你们太夸张了！bison 大群占据马路。